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开始，一些音乐人开始尝试挑战传统的音乐框架。他们延长歌曲的长度，在编曲上进行更多乐器部分的衍生，和创作更富有想象力的歌词等等。一些我们较为熟悉的乐团，绯红之王、Yes 乐队和平克、弗洛伊德等乐队，在这期间开始出现在人们视野内，并逐步成为这场音乐变革中的代表。创世纪乐团也在当时，通过相当引人注目的现场演出和独特的音乐风格，吸引了一批早期歌迷的追随。往后几年，创世纪乐队陆续发行多张叫好叫座的专辑，逐渐成为在前摇范畴中最具影响力的声音之一。后来，在经历1975到77年间的2次成员更迭后，创世纪最终在80年代初成为一支广为人知的流行乐队。在这期间的乐队多制作更简短直接的流行歌曲。在1986年的《隐形触碰》以及1991年的《我们无法跳舞》2张专辑的发行后，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创世纪在商业和人气上达到顶峰。但这长跑多年的音乐旅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和很多乐团一样，他们需要处理重要成员离开乐队后带来的余波。在后续发行的几张专辑里，偶有出现评价两极化的情况，同时也还要面对旧粉丝对于乐团发展方向的质疑等等。在乐队活跃的30多年间，创世纪共发行过15张录音室专辑，我们可以很粗略地划分成下面3个大阶段。第一，从1969到1975年间，由 Peter Gabriel 担任主唱的经典时期。第二个阶段，则是在 Peter 于1975年离开乐团后，鼓手 Phil Collins 接下主唱位子后的时期。第三阶段，则是在96年开始由 Ray Wilson 担任主唱的时期。在这期的影片内容里，我们会聚焦在乐团成立初期前后的故事。在成立初期，创世纪还不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经典阵容。乐队也一直到第2张专辑《入侵》的制作前，才开始有进行演出，并在这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方向。在这样的比较下，在1969年发行的第1张专辑反而就显得相当低调了。当时还是学生的成员们，在校友兼制作人的乔纳森·金的建议下，选择走一个相对安全、歌曲时长较短的流行音乐路线，再用圣经里的部分故事和其他歌曲来串起整张专辑。先说结果，上面的这些决定并没有成功让这张处女作成功掀起多大的波浪。相反的，专辑销量在当时只卖出惨淡的649张，原因可能包括相当误导性的专辑名称和资讯量透露过少的封面，让唱片店家在很多时候都误以为它是一张宗教类专辑，而把它归类在宗教分类区，而间接影响了专辑的销量。在英格兰的一个南部城镇 Godalming， 屹立着一所成立了数百年，有着英国最美校园美誉的寄宿学校 Charterhouse。 学校在1967年间存在过2支校园小乐队，分别是 Anon 和 Garden Wall。 2支音乐小组后来因为一些内部问题而先后解散。后来前 Anon 成员之2的 Mike Rutherford 和 Anthony Phillips 选择继续把写词创作当作课余爱好。他们找到前 Garden Wall 乐队的成员 Tony Banks， 并邀请他加入小组。同样来自前 Garden Wall 的 Peter Gabriel 和 Chris Stewart 也在 Tony 的邀请下加入了乐队。他们一起把他们写好的歌曲录制出来。在一开始，5人只单纯把自己当作词曲创作人，基本上就是写歌给别人唱。但很快，这群男生发现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没引起多大的注意，这些写出来的歌曲总得有人唱出来。最后，麦克风交到了声音较为柔和的 Peter 手上。他们在几次粗糙的录音后，把录制完成的样本集合在卡带里，打算通过这样的形式发送给一些外界人士，来扩大这支小乐队的机会。有一小段的时间，这支由15到17岁男生组成的音乐小组自称为 The New Anon。
另一方面 ，Charterhouse 的校友乔纳森·金在1965年凭借他的单曲《Everyone Gone to the Moon》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在当时成为了一位有相当名气的流行歌手。金再一次以校友的身份回校拜访，但男生们比较不好意思，于是让他们的朋友 John Alexander 代交先前录制好的卡带给金。尽管卡带里的样本相当粗糙，但彼得的歌声还是成功引起了金的注意。单纯这点足以让金拨通写在卡带上的电话号码。金也对这些年轻人十分慷慨，提供乐队录制的经费。男生们来到位于伦敦的 Regent Sound Studios 录制其他一些之前就写好的曲子。他们也计划在之后把这些歌曲作为单曲来发布，当然，前提是能让金感到满意。和同期的很多人一样，乐队成员多受 The Beatles、The Nice 和 Fairport Convention 等乐队的影响。这些乐队的共同点都在音乐上挑战更实验性的曲目制作和编曲，很大程度激发了男生们在探索音乐上的更多想法。然而，金对乐队这样的音乐发展方向不太感冒。他建议乐队往更流行简单的音乐方向前进，并认为这样更有商业潜力，而且成功的可能性也会更高。当然，这些意见的背后主要出于商业考量，这导致了乐队和金之间偶尔出现小规模的意见分歧。乐队虽然不完全同意金的想法和决定，但考虑到金在乐队中有较大的话语权，以及在商业上的共同追求，他们做出了妥协。但类似的思想博弈始终贯彻在这个阶段的乐队。在这样的情况下， Peter 和 Tony 写出了一首致敬 Bee Gees 的小情歌 The Silent Sun， 联合其他已经完成的录音交给金。金对录音的结果也相当满意，最终把这群男生签进自己旗下的 John Joe Music， 并在他的帮助下，乐队与 Decca 唱片公司签下了5年的合约。现在合约有了，我们需要一个正式的团名。金陆续给出了几个想法， Anthony Phillips 也给出了 Champagne Meadow 的建议。在一段时间的讨论后，最后他们都接受了来自金的另一个建议 Genesis。 这名字在某方面双双标志了乐队的音乐旅程和金作为专业制作人生涯的起步。We needed a name for The Silent Sun. We wanted to put it out as a single. No one had a good idea. Between ourselves, we couldn't agree. One comes to mind, which in fact was one of Ant's ideas, which I think tells us a little about the era, which was the Champagne Meadow. I remember that. So I'm very glad that that wasn't it. 虽然乐队已经决定与金合作了，但男生的家人们还是担心这个5年合约会对他们孩子的未来带来限制。再加上这时候男生们也不是完全确定未来是否真的要走音乐这条道路，不过当然他们也很愿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找来家庭律师进行介入。简单来概括，大概就是他们把男生们原本的5年合约改为1年，让乐队有一定的选择权，可以在乐队的合约期满1年后再决定要不要续约继续合作。The Silent Sun 于1968年2月作为单曲发行，混音部分增加了制作人之一的亚瑟·格林斯莱德的管弦乐，在这期间的混音阶段基本上都是外人在负责，这方面乐队基本上没什么干涉的权利。吉他手 Anthony Phillips 虽然表示过他并不喜欢这首歌，但这单曲的确引起了一些电台的注意，乐队和他们的亲戚们对能在收音机听到这首歌感到开心，但实际单曲的销量数字并不太理想。同年5月，乐队接着发行了 A Winter's Tale 作为第2张单曲，但销量同样没什么突破。也许是销量低迷的关系，在单曲发布不久后，鼓手 Chris Stewart 就离开乐队，继续专注他的学业了。在令人沮丧的销售表现下，金不但没有灰心，相反的，他认为把这些分散的单曲集合在同一张专辑中，可能会改变这个现象。金建议创作一张概念专辑，用在圣经中的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故事概念贯穿在整张专辑里面，并在中间插入一些小曲目，将它们连接起来，包括已经作为单曲发布的 The Silent Sun。 乐队接受了这个想法后，
找来同校的 John Silver 来担任乐队的新鼓手。在暑假期间，他们重新回到 Regent Sound 录音室，10天内就把专辑需要的材料录好了。但这一次的制作人格林斯莱德在没有告知乐队的情况下，在后期的录音添加了更多管弦乐的编曲。乐队也一直到专辑发布后才得知这一事实，他们认为这样的修改损害了歌曲原有的力量。其中，吉他手 Anthony 对这个决定感最为沮丧和不满。专辑在3月发行后，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这个时候，创世纪的唱片公司 Decca 发现一支来自美国的乐队，其实已经使用 Genesis 这个名字了。为了避免混淆，经达成了妥协，从专辑封面上删掉乐队的名字，只保留哥特风的金色文字作为专辑的标题。但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只让问题不减反增。有一段时间，乐队在美国称为 Revelation 作为短期的替代，这样的情形直持续到美国的 Genesis 逐渐销声匿迹为止。专辑 From Genesis to Revelation 在发行后没有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普遍认为是其在推广和定位方面的问题。专辑在发行初期面对了一些困难，缺乏唱片公司的广告宣发是一回事，专辑封面上也缺乏具体的艺术设计，单纯保留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标题，因此它被一些唱片店家们直接归类在宗教音乐，也让乐队的风格和创意难以得到准确定位。最终专辑在当时只有649张的惨淡销量。在6月，第3首单曲 Where the Sour Turns to Sweet 发行，均没有取得亮眼的表现。面对各种不可预测的内外因素的出现，对这年轻的乐队确实是一个挫折。乐队在专辑发行后暂时分开继续完成各自的学业，金也对乐队逐渐偏离主流流行音乐的发展方向和想法越发不满。一直到金旗下的 John Doe 厂牌和乐队的合同到期为止，双方都没有兴趣续约。一小段时间的分开后，主唱 Peter Gabriel、键盘手 Tony Banks、贝斯手 Mike Rutherford 和吉他手 Anthony Phillips 在1969年8月重聚讨论乐队的未来。4人决定全职投入乐队，但这一次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和主导乐队的发展方向。他们带着鼓手 John Silver 回到录音室，一起录了几首新歌，也计划从秋天开始进行现场表演的同时寻找业务机会，但几乎每家听到这些新录音的唱片公司都拒绝了他们。乐队第2任鼓手 John Silver 在不久后就离开团队，前往美国深造休闲管理。乐队这次找到了作为木匠的 John Mayhew 作为乐队的第3位鼓手。他们带着 Mayhew 在英国当地的俱乐部和学校等进行了长达约6个月的演出，这也是乐队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乐队的名义进行公开的演出活动。那段时间里，他们开始吸引新粉丝。再一次，他们在伦敦 SOHO 区的 Ronnie Scott 俱乐部进行的驻场演出时，引起了音乐经理人 Tony Stratton Smith 的注意。在不久的未来，乐团将与 Tony Stratton Smith 的厂牌 Charisma Records 签下合约。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年轻的创世纪开始整理手上的材料，并开始准备下一张专辑《入侵》的制作。这张专辑也普遍上被粉丝认为是乐队实质意义上的开山之作。